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口碑崩塌，真像一句小母狗惹众怒；金牌干爹也难救。哎呦喂，我的天哪！你们说这白鹿吧，自从在跑男里贡献了那一嘴哈喇子都能让网友笑到刷屏的名场面，简直就是行走的快乐源泉，多招人喜欢呐！谁能想到，转头就因为一句话，直接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口碑跌得稀碎的，连他那个被戏称金牌干爹的于正，这次看着都像是要束手无策了。这到底是个什么神展开？那个在荧幕上蹦蹦跳跳、鬼马精灵，一上综艺就彻底放飞自我，完全没了偶像包袱的白梦妍，这真名是不是听着特有邻家妹妹感？怎么就突然成了大家伙围攻的对象了呢？话说回来，谁还能忘了当年招摇里那个哎呀又美又飒，走路都带风的女魔头白鹿啊？那会儿简直是横空出世，一部剧就把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模特 BIU 的一下送上了流量小花的宝座。那时候观众们纷纷给她盖章实力演员，感觉她就是那种我们普通人家的励志典范。你看人家多拼啊！尤其到了跑男，顶着那一头标志性的蝎子辫，笑起来能咧到耳朵根儿，那种完全不装的真性情，活脱脱就是我们隔壁村儿里那个有点傻气但特别实在的大姐头。你说现在谁手机里没存他几张穿大棉袄笑到模糊的表情包啊？他在节目里玩起游戏，那真是拼了老命，嗓子都快喊冒烟了，一天下来说话跟电音压嗓似的，这份拼劲儿，谁看了能不说一句真敬业啊？还有跟范丞丞那段假发片奇遇记，简直就是综艺史上的高光时刻，当时笑得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真的。按理说白鹿在跑男里靠着这股子傻大姐的劲儿，攒下的路人缘那真是厚实的跟城墙一样。节目组官方都站出来盖章了，白鹿来了之后，跑男的收视率又蹭的往上窜，简直就是综艺界的救世主吗？结果呢？万没想到，就在最新一季的官宣剧照里，这个救世主竟然沦为了背景板。你说这操作气不气人？感叹号！其他嘉宾都是正儿八经的 C 位大头照，就白鹿照片只给了个一二，还给装在一个小小的相框里，那站位，那处理方式，怎么看都像是在电脑里硬 P 上去的。粉丝们一看，这还得了，直接炸锅了，瞬间冲到节目组官博下，那架势简直就像打仗一样维权。我们家姐可是常驻嘉宾，是收视率的保证，你们凭什么这么区别对待？这事儿还没完全过去呢，又有网友扒出，去年有一期节目整整2个半小时的时长，你猜白鹿的出镜时间有多久？短短的1分58秒。我的天，这镜头分配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太平洋去了。这镜头风波还没完全平息呢，白鹿的各种黑历史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说到底，还是他那个平时挺招人喜欢的大大咧咧人设出了岔子，在节目里跟男嘉宾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时不时冒一句我是男嘉宾，这在娱乐圈里也不是啥稀罕事儿，大家不都习惯了兄妹情那一套吗？看个热闹。但是当这种刻意强化的男性化标签跟他之前的一些言论一结合，事情的味道就开始变了，变得有点不对劲了。神通广大的网友们翻箱倒柜的把白鹿早前的一些发言给挖了出来，说他似乎特别不喜欢娘这个字，甚至对那种太娘的角色嗤之以鼻。嗨，这其实也没啥，个人喜好嘛，都能理解。可关键是他在一次采访里说了一番话，直接在网上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舆论炸弹。当时记者问他喜欢什么样的角色，
他说喜欢比较酷，像男人一样的角色。讲真，说到这儿都还好，大家可能觉得他就是想挑战那种飒一点的角色。可要命的是，他紧接着补了一句：“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像那种小公狗，就很热情，那种小母狗就会比较娘。”我去，这话一出来，全网瞬间高潮。小母狗比较娘？感叹号！这是个什么鬼逻辑？感叹号！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不尊重女性吗？这不就是把女性直接跟那种带有性别偏见的词语捆绑在一起了吗？这简直是往刻板印象、性别歧视的大坑里跳，而且跳的那叫一个欢快。网友们的怒火啊，瞬间就被点燃了，各种声讨、谩骂，铺天盖地的朝着白鹿砸过来。那阵仗，啧。白鹿一看这势头不对啊，赶紧发了条微博道歉。但说实话，那道歉的内容怎么看怎么别扭，感觉就像是被公司按着头找了个模板写出来的，敷衍苍白，完全没让人感觉到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这番话给很多女性带来的伤害。甚至有网友阴阳怪气的嘲讽，说白鹿出道这么多年，演了那么多戏都没这么火过，结果因为一次道歉，直接冲上热搜头条。这算不算一种黑色幽默啊？这道歉的态度，与其说是真心悔过，不如说是为了平息网友的怒火，一点真诚都没有，看着更让人添堵，甚至有点火上浇油的感觉。除了这闹得沸沸扬扬的小母狗事件，白鹿这些年的影视资源也被人拎出来反复咀嚼，品头论足。签了于正吗？都知道她是于正的干女儿，于正确实是下了血本，没少给她资源，大大小小加起来，主演的剧怎么着也有8部了吧？你看像北上里她演那个从假小子一路打拼成为物流女王的角色，演技确实挺有层次感的，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吧，网友们好像就是抓着她的古装戏不放，特别是之前那部大火的《长月烬明》，很多人吐槽她演得太用力，表情过于夸张，哭戏只会干嚎，一点感情都没有，分分钟让人出戏。跟同剧组的其他演员一对比，她经常性的用瞪眼、皱眉这俩招数来表达所有情绪，这种套路化的表演方式，观众真的很难买账。毕竟大家现在看剧都希望看到更细腻、更有代入感的表演，而不是那种模式化的工业糖精。腐女这个标签，感觉从白鹿出道那天起，就一直像个影子一样跟着她。刚开始，这标签或许还挺好的，拉近了她和观众的距离，显得接地气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逆袭的姿态。可一旦她要在那种严肃的正剧里挑战一个悲情或者高冷的女主，观众就很难入戏了。你想想看，我们都习惯了她在综艺里哈哈大笑，丢掉假发片的普女形象，突然让她去演一个深沉到骨子里、眼神里都是戏的角色，心里总会忍不住冒出一个问号：这还是那个白鹿吗？怎么演得这么别扭？所以说，怎么在综艺里的真实感和作为演员在荧幕上塑造角色的能力之间找到那个完美的平衡点？怎么让观众相信她在演戏，而不是那个白梦妍？这才是白鹿现在最头疼，也是最需要静下心来好好解决的问题。娱乐圈里新人被骂被黑，这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你想想当年的杨幂、赵丽颖，谁不是一路被嘲过来，被骂出圈的？白鹿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虽然嘴上还是努力装得大大咧咧，甚至在采访里开玩笑自嘲，但心里肯定不好受，毕竟压力太大了。能在这么大的舆论压力下，还能尽量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点倒是挺让人佩服的。希望这些争议和负面评价不会彻底把他压垮，别让那个在跑男里带给我们那么多欢乐的白鹿，就这么淹没在舆论的漩涡里。毕竟娱乐圈里需要真性情，但同时也需要学会谨言慎行啊。
希望他姐这次能真正吸取教训，好好沉淀自己，不管是演技还是言行，都好好修炼一下内功，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不然啊，下次出了事，于正估计也救不了你了，真的。你看人家杨紫，当年香蜜火了之后，也是被各种细节放大镜视审视，被黑得体无完肤，但人家后面慢慢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靠一部部作品硬生生的把口碑给扭转回来了，用实力说话。白鹿能不能也学学人家？这道坎儿就看他自己怎么迈过去了。这出大戏，咱们还得接着往下看。